小亮，衣架下降。好的，亮单下降。关闭照明。好的，照明灯关闭。打开照明。好的，照明灯开启。衣架停止。好的，亮单停止。衣架上升。好的，亮单上升。电钻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我们装一个电动晾衣架，语音控制的。我们看这个衣架，它最大的噱头可能就是语音控制了。拆了包装给大家看一看，它都有些什么东西。这一款衣架也是从配件来说就是比较少的，安装的话也比较简单。这是一个样板纸，我们安装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样板纸去开孔、画孔、打孔的位置。不过我个人不喜欢这样，我直接都是用尺子量的，因为我们这儿都有集成吊顶，它横竖都是有限的。先测量一下这个孔与孔之间的距离，像这个孔中心到中心就是15公分，然后量一下这个总长度，也是孔中心到孔中心。这个我们从样板上也可以看到。量好这两个，我们就在顶子上开始取线了。不过他家有点特殊，因为他在右边打了柜子，整个阳台呢，他就取中的话要跟客户确认一下。我给客户建议呢是按照这个牙口，从牙口的中心取出来这个中心点，安装这个衣架。因为站在客厅的话看会直观的比较中规中矩，看起来比较舒服。客户也同意了，所以就从这里开始安装。像这种集成板，我们画孔的时候就非常好画了，因为它全部都是分中安装的，这个中间的缝隙就是一条中线，画线这个速度会很快，比用样板纸更快，这是我个人感觉，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。这是我用的打孔钻头，这个是开孔器，这是20的。现在我们要打的第一孔呢，就是把这个线给它放出来，找到中间这个板子，然后取一个放线的位置，开一个孔，把线放出来。安装一个电动晾衣架一共开5个孔，其他4个呢就是我们打吊杆的位置。我开孔也是打2公分的孔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螺丝，这种的是厂家带的，这个打10个的孔，这个是我们自己买的，打12的孔，但是他们用的丝杆是一样粗的，都是用的是8个粗的丝杆，这个肯定是用这个也可以连得上去。这2种用哪一种都行，今天我们就用这个。这个钻头就是个10个粗的钻头，10个粗的。我们的钻可以做几个记号啊？做这个标记点呢，是更准确的，我们掌握打孔的深度。打这个孔呢，我一般是不套塑料袋的，但是我嘴里要憋一口气，边打我就边给它吹，别让这个土流下来。孔打好以后，我们用这个丝杆来测量一下这个集成顶到水泥顶之间的距离，然后4个孔最好都测一下，看它有没有区别。深度是12厘米，然后我们加上这个脏管的深度4厘米，4公分，然后我们再外露2公分，也就是12加4 16，16再加2 18，切18公分长刚刚好，18。切割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锯片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，也不要对着别人的脸，小心这个东西伤人。切完以后呢，把这个丝杆的2个头啊全部稍微磨一下，
这样我们上螺母的时候比较方便。组装这个膨胀螺丝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先套一个螺母，然后再套一个胀管。这个胀管呢，它是分那个上下，开口的我们留到这上边，然后把这个撑帽给它上上。这个一套螺丝呢就组装好了。当然，我们没用锤子砸之前呢，尽量拧松一点，这样进的时候好砸。干这个东西，我们方法只要掌握对了，就跟打一套组合拳一样，就是环环相扣。在这里我说一下，这种丝杆呢，它不像我们的膨胀螺丝，不像我们普通的螺丝，不管你用扳子，你用套头，你发多大的力，它都拧不坏。但是它这个丝杆不可以那样拧，你要有爆发力去拧的话，有多少都拧坏了。不过这个大家要去找那个感觉，拧的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丝杆的末端啊，要上下都锁一个螺母，上边锁一个，然后下边锁一个。我们装机的时候呢，就是把机器插在这两个螺丝之间。当我们把螺丝拧紧的时候，就是上下的螺丝把这个机器夹在这里了。你如果上面不装螺母的话，光在下边拧啊拧啊，它一直拧，它都能上得去，它能把顶子都给你拉进去。拧螺丝的时候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力度，不要拧太狠。如果你拧太狠，拧坏了，也不要气馁，再加一个螺母上去就可以了。新手师傅上剪刀架的时候，你要看一下这个挂钢丝的那个东西啊，要吊在里边去。有方向的，这个有要求的。像这种有卡簧的装饰杆，一推就进去了。现在装的是另一边，在我们拧螺丝的时候，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机器的机身和集成吊顶之间的距离，两边不要相差太多，相差太多的话，可能会造成一高一低，升降的时候会不平。主机装好，我们开始试电了。我刚才接电源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接的。它这边是一根火线，两根控制线，还有一根零线，然后留了两个底盒，因为这里要装一个双开，还要装一个无孔插座。现在我们电源已经接通了，就是试一下它是哪个线，因为其中有一根是灯笼的线，一个是电动晾衣架的。有人说这个磁力圈是怎么用的？看，装这种横杆呢，它就比较简单了，这个也没啥好讲的，孔对孔安装就可以了。螺丝呢都是单独一个包装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杆和副杆的连接，它是有这个连接片的，4个连接片连和副杆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安装好以后，我们开始测试机器，没有问题，完美收工。打开照明。这个活呢是别人介绍的，衣架停止。干完直接收款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支持米师傅的，记得点个赞，写个评论，拜拜。